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我相信绝对困扰过在座90%以上观众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不管你是在公司做季度报告、跟重要客户提案，还是在台上轮到你自我介绍，你一定都经历过那个瞬间，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大哉问：我的手现在到底要放哪里？真的很多人一站到台前，手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完全不受控。一下觉得插口袋好像太嚣张，一下又觉得手背在后面太老派，结果就是不自觉地开始玩手上的笔，摸鼻子、抓衣角，各种小动作停不下来。说真的，这些动作看似无害，但他们其实是你专业形象的头号杀手。你想想看，你讲的内容就算准备的再完美，数据再漂亮，只要观众看到你这些不安的小动作，他们潜意识里就会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没自信啊？他说的是真的吗？一瞬间，你所有的努力都会因为这双无处安放的手而大打折扣，这真的太亏了，对吧？所以今天我会给你一套非常完整、有系统的作战手册，让你彻底搞懂手势这回事。我们会从2个最核心、最基础的手势开始，再进到2个能让你控场的进阶手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会告诉你一套具体的练习方法，让你把这些技巧真正内化成自然反应，而不是死背。相信我，只要你跟着今天的内容走，看完这支分析，下次上台，你的双手将会从最大的敌人变成你最强大的盟友。OK， 那我们就先从最基础也最重要的2个核心手势开始。我直接讲结论，你只要掌握了这2种手势，基本上80%的上台手势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为什么说它们是核心？因为几乎所有有效的沟通都离不开这2种类型，它们分别是描述型手势跟强调型手势。好，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来拆解。首先是描述型手势，这个最好理解。顾名思义，就是用你的手去画出你脑中的画面给观众看。你看哦，如果我只用嘴巴跟你说一个巨大的成功，你可能没什么感觉，对吧？就是一个很抽象的词。但如果我说我们去年达成了一个，然后双手张开比划，这么巨大的成功，那个画面感是不是马上就出来了？手势就是把你抽象的语言转化成具体的视觉化的讯号，帮助观众在脑中建立一个更清晰的图像。这就像是帮你的演讲配上即时的视觉特效一样，让你的资讯更容易被理解跟记忆。那具体可以怎么用呢？这张投影片整理了3个最常见的应用，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表示大小。这在呈现数据对比的时候真的超级好用。比如说你在报告公司营收，你可以说去年我们的市占率大概只有这么小，然后用食指跟拇指比出一个小小的缝隙，接着语气一转，带着成就感说，但经过1整年的努力，今年我们的市占率已经扩大到这么大，然后双手奋力张开，画出一个大范围。你看这个视觉上的强烈对比，是不是比单纯念出数字，比如说从5%成长到25%，还要更有冲击力？观众是先感受到那个成长的幅度，才去理解数字的，这个顺序很重要。再来，第2个，描绘形状。如果你是建筑师在介绍设计，你可以说我们建筑的基座是一个稳固的正方形，同时用手在空中画出一个方形。或者你是产品经理，介绍一个新 App，我们的核心理念是一个圆形的生态系闭环，然后用手画一个圈，这能让抽象的概念瞬间具象化。第3，指示位置或方向，这在引导观众看投影片的时候真的太重要了。你看，像已故的苹果创办人贾博士，他在发表会上就是这方面的大师。他会说，各位请看荧幕的左边，然后手非常干净利落地指向左边，这是我们过去的产品线。接着身体转向另一边，手也跟着过去。现在我们把焦点移到右边，这才是我们的未来。这样观众的视线就会完全跟着他的手势走，非常清楚。甚至讲到数字，像我一开始说的，我们要谈4种手势，直接比出4也能帮助观众记住架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超级有效的小技巧。好，如果说描述型手势是束住观众的理性，帮助他们理解内容，
那第二个核心手势，强调型手势，你猜猜看，它是要诉诸什么？没错，就是诉诸观众的感性，帮助他们感受你的情绪。它的作用是透过手势去表达或加强你的感觉和态度，让你说的话更有分量，更有说服力。简单来说，就是让你的身体语言跟你说的话完全同步，达到言行合一的境界。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的主管把你叫进办公室，跟你说：“我对你这次的表现真的非常生气。”但他讲话的时候，整个人却是瘫软在椅子上，表情平静，双手无力地垂着。你听了会有什么感觉？你可能心里会想：你真的有在生气吗？感觉还好吧，对吧？这就是言行不一，看起来就很没说服力。但反过来，如果他身体微微前倾，眼神坚定地看着你，一边说我非常生气，一边砰一声握紧拳头轻敲桌面，那个力道跟真实感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绝对会相信后者是真的在生气。同样的道理，当你要分享一个好消息，说我真的太开心了，如果你只是语气平淡、身体僵硬的说出来，大家只会觉得你很假。但如果你是带着灿烂的微笑，张开双臂拥抱空气一样的说出来，那种喜悦的感染力才能真正传递给观众。所以强调型手势的关键就是让你的情绪被看见。记住，观众不只在听你说什么，更在看你怎么说。当你的身体跟你的语言同步时，你的说服力才会达到最大值。OK， 掌握了描述型和强调型这两个基本功之后，我们接下来要玩点进阶的了。接下来这两个手势，坦白说需要更多练习，但一旦你学会了，可以让你从一个单纯的资讯传递者，升级成一个能够引导现场气氛、创造互动的舞台掌控者。它们分别是暗示型手势跟提示型手势。第三种暗示型手势，这个就比较微妙了。它传递的不是直接的资讯，而是一种氛围、态度或潜台词。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是在潜意识层面影响观众的感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无声的沟通，你知道吗？它就像电影配乐一样，它不会直接告诉你剧情，但它会直接影响你的情绪，让你感觉到紧张、悬疑或是开心。暗示型手势就是你演讲中的身体配乐。我们来看几个经典的例子。第一个，张开双臂，手心向上。这个动作象征着诚实、开放、欢迎。在演讲一开始，你可以说今天非常欢迎各位来到现场，同时做出这个手势，能瞬间拉近你跟观众的距离，建立信任感。反之，双臂交叉在胸前，这真的太常见了，尤其是在 Q&A 环节，这大概是演讲者最该避免的动作之一了。它传达的讯息是防卫、不同意、封闭。就算你嘴巴上说我很乐意听取大家的意见，但你身体却是这个姿态，观众下意识就会觉得你根本不想沟通，他们可能连问题都不敢问了。再来是耸肩，如果你在报告一个关键数据，像是我们预计明年的成长率是 15% 的时候，不自觉地耸了一下肩，天哪，那真的是灾难，你在观众心中的可信度可能就瞬间归零了。因为耸肩代表的是无所谓、不确定，这跟你报告的内容完全矛盾。最后一个，背对观众，这是一个极度不尊重的讯号，象征着忽视。除非你是为了某种戏剧效果刻意为之，不然在任何正式场合都绝对要避免。接下来第四种，也是我觉得最能展现演讲者魅力与控场能力的手势——提示型手势。这种手势的目的就是用来引导或邀请观众做出一个特定的行动或反应。这是一个能化被动为主动的强大工具，让你把台下的听众变成台上的参与者，把一场单向的演讲变成一场双向的互动。跟你说，这就是一场演讲是成功还是卓越的关键差别。那要怎么提示观众呢？重点来了，这里有一个黄金法则，就是你必须先做给他们看。为什么？因为人类有模仿的天性。当领导者，也就是台上的你，做出一个动作时，群体，也就是台下的观众，会很自然的跟随。你就是在利用这种群体心理。第一，邀请举手。你想问台下在场有多少人曾经因为手不知道放哪而紧张的
请举手，关键就在于，当你讲到请举手的时候，你自己的手一定要是全场第一个举起来的，而且要举得很高、很肯定，这样观众才会跟着你做。第二，带领一个身体动作。很多顶尖的讲师，像 Tony Robbins 就超会用这招，他会对着全场上万人喊：“来，想在今年突破自己的，给我站起来跳一下 ！Are you with me？” 然后他自己一定是第一个跳起来的，活力十足。这个动作能瞬间炒热气氛，把能量拉到最高。第三，请求一个回应，例如掌声。演讲结束后，你想感谢幕后的工作人员，你可以说：“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同时，你自己要带头做出鼓掌的动作，而且要很热情。你的动作就是给观众最强的行动讯号。好，到这里4种手势的理论我们都讲完了，描述型、强调型、暗示型、提示型，大家应该都理解了。但理论归理论，我知道你们心里一定有个更大的疑问，一个所有人都会问的问题，那就是我懂了，但要怎么做才不会看起来很僵硬、很假掰，对吧？这真的是最多人卡关的地方。很多人学了这些技巧，上台反而更紧张，因为他满脑子都在想，我下一步手要比什么，我现在这个动作对不对？结果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个刚设定好程式的机器人，超级不自然。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练习心态。你把手势当成了表演，一个需要去执行的任务。但真正高手的手势是表达，是你内心想法的自然流露。所以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我提供一个3步骤的练习法，帮助你内化这些手势。第一步，先不要急着练，而是先观察，去观察你平常跟朋友、同事、家人聊天时，你是怎么自然而然地使用手势的。当你讲到一个很兴奋的事情，你的手是不是会跟着飞舞？当你讲到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你是不是会用手在空中画图？那些就是你最真实、最自然的手势库。你要做的是把它们找出来。第二步才是真正的练习，把你准备好的演讲稿对着镜子或是打开手机的自拍镜头，完整的讲一次并录下来，然后去看回放。这一步可能会有点痛苦，因为你会看到很多自己没注意到的缺点，但这也是进步最快的方法。你会很惊讶地发现很多多余的小动作，同时你也会发现哪些地方加上手势会更自然、更有力。第3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心态调整，先求有，再求好。刚开始练习，千万不要贪心，想这4种手势我都要用上。你可以先从最简单的描述型手势开始，比如说当你讲到3个重点时，就自然地比出3，这样就好。目标是让手势存在，而不是追求完美。自然永远是最高指导原则。先让你的手动起来，习惯在说话时使用它，美感跟精准度之后再慢慢雕琢就好。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贯穿今天所有内容的最重要核心原则，请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手势必须是帮助你传递讯息的讯号 （signal）， 而不是干扰观众的噪音 （noise）。什么是噪音？就是这张投影片左边的这些行为，不停地玩笔，手在口袋里摸来摸去，抓脸、拿衣服，这些动作都在传递负面的潜台词，像我很紧张，我很不自在，我对我讲的内容没信心。他们会严重分散观众的注意力，观众的大脑会忍不住去想，他为什么一直在玩笔？他是不是很紧张？而不是去听你到底在讲什么重要的内容。而什么是有效的讯号呢？就是右边这些开放的、有目的性的手部动作，跟你的讯息内容完全匹配的手势，以及能够引导观众注意力的动作。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所有会制造噪音的坏习惯彻底根除，然后把它们转换成能够放大讯号的好习惯。好，我们来快速整理一下今天的内容。第一，请你从今天起把你的双手看作是沟通的强霸工具，而不是上台时的累赘。他们是你的盟友，不是敌人。第二，记住我们今天学到的4大手势系统，用来解释画面的描述型，用来传递情感的强调型，用来营造氛围的暗示型，以及用来创造互动的提示型。它们各有不同的战略功能，可以用在不同场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练习的最终目标是自然，而不是完美。从观察你生活中的自然手势开始，透过镜头辅助，逐步练习，先求有，再求好。
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手势真的不是什么高深的表演，它其实就是你内心想法和情感的延伸。当你的手势能跟你说的话完美同步时，你传递的讯息就会变得立体、有力和令人信服。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